说真的，历史上的外戚下场好的真不多，要么嚣张跋扈，最后被灭族，要么站错队伍被清算，要么功高震主，被皇帝收拾。吕不韦、霍光、杨国忠一个比一个惨。所以你知道吗？傅恒这个人特别有意思，他姐姐是皇后，自己是军机大臣，手握兵权，满门富贵。可他一辈子活得比谁都谨慎，比谁都低调。你可能会说，他有皇后姐姐撑腰，有皇帝宠信，怕什么？怕的东西可多了，越是站得高，越知道摔下来有多疼。傅恒这一辈子就是一部活生生的外戚生存教科书，每一步都走在钢丝上，走了一辈子愣是没掉下来。今天这期咱们不讲什么大战役、大谋略，就聊聊傅恒这个人，他为什么能在乾隆眼皮子底下掌兵权，当重臣，还能善终？他到底用了什么样的生存智慧，才能躲过外戚不得好死这个历史魔咒？说白了，这不仅是古代的官场智慧，放到今天也是职场生存的顶级学问。先从傅恒的出身说起吧，他是富察皇后的亲弟弟，镶黄旗满洲人，顶级勋贵世家。但你别以为他就是个靠姐姐上位的纨绔子弟，这个人真的有本事。他年轻的时候就在乾隆身边当侍卫，天天跟皇帝见面。乾隆看住他长大，对他的性格、能力、人品了如指掌。傅恒这个人最大的特点是什么？话不多，事办得漂亮，而且永远摆正自己的位置。富察皇后还在世的时候，傅恒就已经开始升迁了，但速度不算特别快。真正的飞黄腾达是在皇后去世之后。上一期咱们讲过，皇后死了以后，乾隆情绪崩溃，大发雷霆，整个朝廷被他收拾了一遍，但唯独对富察家他越来越好，因为他把对皇后的思念和愧疚全部转移到了皇后的娘家人身上，尤其是傅恒。皇后去世那一年，傅恒才27岁，短短几年之内，从一个侍卫一路升到户部尚书，军机大臣，进入大清权力核心。27岁啊，什么概念？现在27岁的人很多还在读研究生呢，人家已经是国家级领导人了。你想想，一个27岁的年轻人突然之间手握大权，又是皇帝的小舅子，满朝文武都巴结他，换成一般人早就飘了。但傅恒没有，他越是升得快，越是谦虚，越是低调，越是谨小慎微。这就是傅恒最聪明的地方，他从来不把皇帝的宠爱当成自己的资本，他心里跟明镜似的，这一切都是因为姐姐。因为皇帝对姐姐的感情，一旦这份感情淡了，或者自己做错了什么，所有的荣华富贵随时都可能被收回。我跟你讲一个细节，特别能说明傅恒的性格。他当了军机大臣以后，每次上朝讨论事情，乾隆问他意见，他从来不先说话，永远等其他人都说完了，他最后才补几句。而且补的那几句永远是站在皇帝的角度，帮皇帝把事情想得更周全，从来不标新立异，从来不跟皇帝顶嘴。你可能会说，这不就是拍马屁吗？还真不是，傅恒是有真本事的，他办事能力极强，交代给他的事情没有办不成的，但他从来不抢风头，永远把功劳归给皇帝，把错误揽到自己身上，这就是他的高明之处。乾隆是什么人？极度自负，极度好面子，觉得自己什么都懂，什么都对。你要是在他面前显得比他聪明，比他能干，那你离死就不远了。傅恒太懂这一点了，所以他永远把自己放在辅助的位置上，永远让乾隆觉得决策都是我做的，傅恒只是帮我执行而已。除了在皇帝面前谦卑，傅恒对待同僚也特别讲究，他从来不摆国舅爷的架子，对谁都客客气气，尤其是对那些老臣汉臣特别尊重。张廷玉、鄂尔泰这些前辈，他都以晚辈自居，从来不因为自己是皇后的弟弟就目中无人。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他太清楚了，外戚这个身份是一把双刃剑，用得好步步高升，用不好万丈深渊。满朝文武表面上巴结你，心里其实都盯住你，等住你犯错，等住看你笑话。你只要稍微有一点点跋扈，马上就有人参你一本，说你外戚干政，结党营私。所以傅恒的策略就是，我不给任何人抓住把柄的机会，我不贪财，我不结党，我不跋扈，我低调做人，我认真办事。你们想挑我的错都挑不出来。当然，光靠低调是不够的。乾隆为什么这么重用傅恒？因为傅恒确实能打仗，确实能办事。乾隆13年，大小金川叛乱，朝廷派了好几个大将去打，都打输了，死了好多人。乾隆特别恼火，最后傅恒主动请缨，亲自上前线督战。你想想看，一个30出头的年轻人，从来没打过仗，第一次上前线就去收拾这么一个烂摊子，所有人都觉得他就是去镀金的，肯定打不赢。结果呢，傅恒到了前线以后，亲自勘察地形，调整战术，跟士兵同吃同住，士气一下子就上来了。没过多久，就把金川给平定了。这一下，满朝文武都服了。原来这位国舅爷不是靠姐姐吃软饭的，是真有2把刷子。乾隆也特别高兴，觉得自己没看错人。傅恒不仅是自己的小舅子，更是自己的左膀右臂。从此以后，傅恒的地位越来越稳，成为乾隆朝第一重臣，军国大事没有他不参与的。但越是这样，傅恒越是谨慎。我再跟你说一个细节，特别能体现他的生存智慧。傅恒当了这么多年的大官，家里当然很有钱，但他从来不炫富，家里的房子、车马、衣服都尽量低调，不超过规制。
他知道皇帝最忌讳的就是外戚势力太大，生活奢靡，所以他处处小心，处处克制。还有，他从来不提拔自己家里的人，不安排亲戚当大官。按说他这个地位，安排几个亲戚还不容易，但他不这么做，因为他知道，一旦外戚家族的人都当了大官，形成了势力集团，皇帝就会开始防备你了。他宁可自己一个人受宠，也不让整个家族膨胀起来。这就是傅恒最顶级的认知：受宠不是好事，是危险。你越受宠，越要收住；你权越大，越要低头。因为站在顶峰的人，四面八方都是敌人，只有低住头，才能看清脚下的路。说到这里，你可能会觉得，傅恒这一辈子活住也太累了吧？天天提心吊胆，时时刻刻都要小心，这有什么意思？是啊，确实累。但你想想，在那个年代，在那个位置上，你不累，你放松，你放纵，下场是什么？看看年羹尧就知道了。年羹尧不也很能打吗？不也很受雍正宠信吗？最后还不是被赐死，家破人亡。傅恒看过太多前车之鉴了。他姐姐是皇后，他天天在皇宫里进进出出，他太知道皇权是怎么回事了。皇帝对你好的时候，你是天；皇帝对你不好的时候，你连条狗都不如。所以他宁可累一点，宁可低调一点，宁可受点委屈，也要保住这份荣华富贵，保住整个家族的性命。但就算傅恒这么谨慎，这么小心，他最后的结局也让人唏嘘。乾隆34年，缅甸在边境搞事，乾隆派了好几个将军去打，都打输了，死了好几个总督。乾隆面子上挂不住，又派傅恒去。当时傅恒已经40多岁了，身体不算特别好，但皇帝的命令他能不去吗？他二话不说就去了前线缅甸那地方，热带雨林，气候潮湿，瘴气特别重，北方来的士兵根本适应不了，好多人都得了病。傅恒也不例外，在那边待了没多久就染上了重病，上吐下泻，身体一天比一天差。但他还是硬撑住，指挥战斗，不肯退后。最后还是乾隆知道了，心疼他，特意下旨让他班师回朝。回到京城以后，傅恒的病不但没好，反而越来越重。没过几个月就去世了，年仅49岁。听到傅恒的死讯，乾隆特别伤心，亲自跑到傅恒家里去祭奠，当场就哭了。他说：“我的皇后走了，现在连他弟弟也走了，从此以后，我身边再也没有一个真正体谅我的人了。你看，就算傅恒一辈子谨慎，一辈子低调，一辈子为乾隆卖命，最后还是累死在了前线。但换个角度想，他至少是善终的，他的家族也保住了。他的儿子傅康安后来也受到重用，成为一代名将。比起那些被灭族的外戚，傅恒的结局已经好太多了。回过头看傅恒的一生，我心里其实挺感慨的。他是那个时代最幸运的人，姐姐是皇后，皇帝是姐夫，出身名门，才华出众，年轻有为，位极人臣。但他也是那个时代最清醒的人，他从来不把幸运当成本事，从来不把宠爱当成盾牌。他时刻提醒自己，站得越高，摔得越惨。他用一辈子的谨慎、低调、克制、勤奋，换来了一个外戚难得的善终，换来了整个家族的荣华富贵。他不是最聪明的，不是最能打的，不是最有权势的，但他是最懂分寸的。分寸感这3个字说起来容易，做起来太难了。尤其是当你手握大权，众星捧月的时候，还能保持清醒，还能记得自己是谁，还能低住头走路，这才是真正的大智慧。傅恒死了，但富察家族的故事还没完。他的儿子福康安后来比他还要显赫，成为乾隆朝最受宠的将军。甚至有人说，福康安其实是乾隆的私生子。这个说法到底是真是假？福康安为什么能得到乾隆如此破格的宠爱？下一期咱们就来聊聊福康安这个人，一个比他老爸还要传奇的外戚，一个争议了200多年的历史谜团。喜欢这种讲历史、讲人性、讲生存智慧的内容，记得订阅频道，打开小铃铛，后面还有好多精彩的故事，我们慢慢聊。